宝和辉宝生日的传统项目互咬名牌，瑞宝的手已经放到了妹妹的名牌上，瑞宝的名牌又成功的引起了辉宝的注意。果然辉宝还是没有忘了要在生日的时候咬姐姐的名牌，知道辉宝发现了什么和听到了什么，忽然吓跑了。大家好，我是小野马，今天如约来带大家看瑞宝和辉宝的生日了。一进到爱宝乐园，整个都是宝家族的生日氛围。今天能想象来看瑞宝辉宝的人会非常多，但是没想到这么多。第一轮我就排了90分钟，终于看到了瑞宝和辉宝的生日礼物。瑞宝好像对辉宝的生日名牌很感兴趣。今年辉宝和瑞宝的生日礼物是一人一个。瑞宝对妹妹的礼物很感兴趣。可爱的小肚子，踩着辉宝的小沙发可以直接上屋顶。我们的瑞公主今天一脸骄傲，因为她过生日，很开心大家来庆祝她的生日。瑞公主对派对的装饰环境都很满意。瑞宝和辉宝生日的传统项目互咬名牌，瑞宝的手已经放到了妹妹的名牌上。瑞宝带我们看完了妹妹的生日礼物，又带我们来看了蛋糕。这时候妹妹已经睡着了，瑞公主开始独自享用早餐。今年瑞宝和辉宝的生日布置也很美。再看瑞宝辉宝大概只需要90分钟。瑞宝和辉宝那边人太多了，我决定来看一下不现实的乐宝。今天虽然是瑞宝辉宝生日，看乐宝居然不现实，有点热。为了庆祝女儿们的生日，看乐宝还是不现实的。先生也在享用早餐，整个熊猫馆也已经装饰好了，庆祝艾女士的生日。来看乐先生的人真的非常多，庆祝宝家族的生日。看乐宝这边人也特别多，我又准备回瑞宝和辉宝家了。门口的海报换成了瑞宝和辉宝的，瑞宝辉宝撒浪嘿。经过了70分钟的排队，瑞宝和辉宝已经睡着了。瑞公主对今天的生日派对很满意，睡觉的时候都在笑。辉宝同学一早就睡着了。上一轮我们看到了辉宝的生日礼物，瑞宝的生日礼物放在了他平时喜欢的位置。辉宝和瑞宝的生日礼物完全是根据他们的喜好位置放置的，这个位置就是平时辉宝很喜欢的位置。我上午进来的时候，3岁的生日牌已经被按倒了，不知道是谁干的，有知道的姨姨可以告诉我吗？今天瑞宝和辉宝的生日派对是限时5分钟，限时5分钟到了，下一轮见。结果又排了一次70分钟左右，瑞宝和辉宝还在睡觉，又一次欣赏了生日蛋糕。就是感觉这一轮可能快醒了。预计是70分钟，这种时候就肯定是来给瑞宝辉宝过生日人特别多，大家都是来祝福他们，只要他们生日过得开心就可以，大家可以慢慢排，机会都是一样的。我其实今天的小愿望就是希望看到瑞宝和辉宝在各自的小椅子上吃竹子，没想到这一轮就成功实现了。当亲眼看到瑞宝在自己的小凳子上的时候，谁看不想叫一句瑞社长？
在看瑞宝的时候，我在想应该是叫瑞社长还是瑞总裁还是瑞老板，大家觉得哪个称呼比较好听呢？这一轮特别开心的就是辉宝也在自己的小凳子上，这小腿一搭，我们3岁的辉宝社长。因为今天天气太热了，内外温差太大了，在玻璃上形成了一片水雾，所以有一点点影响到了画质。经常能看到大家都在自发的擦玻璃，但是水雾好像是产生在内侧，擦不掉。虽然画质有一点小遗憾，但是我觉得不影响辉社长的美貌。坐在凳子上的姿势也太可爱了。经过了辉宝的测试，辉社长很喜欢今年的生日礼物，这一把符合雄体工学的小椅子。瑞宝的小手搭在椅背上，看着就很舒服，以后瑞宝都可以坐在小椅子上吃竹子了。果然是定制版小椅子，腿长也很符合辉宝。因为瑞宝和辉宝醒了，排队时间变得更长了。3岁的辉宝和3岁的瑞宝，瑞宝又开始陪妹妹玩了。辉宝好柔软，瑞宝用脑袋慢慢的让妹妹挪下去了。把妹妹挪动成功，瑞宝还在偷笑。看看妹妹在干什么呢？好想拥有辉宝牌靠垫，瑞宝想吃竹子，又把妹妹当做了软乎乎的靠垫，靠在背后。之后辉宝突然启动，赶紧夺回自己的屋顶。回到了屋顶，辉宝就要进入睡觉模式了。辉宝的小尾巴为什么翘起来了？瑞宝也很好奇。瑞宝这一次及时提醒妹妹了，辉宝就把小尾巴收了起来。这一轮的5分钟，辉宝又进入睡眠模式了，瑞宝还在努力的吃竹子。瑞公主今天3岁了，小牙还是这么的可爱。15分钟到了，瑞宝在吃竹子，辉宝又睡着了。来看一下乐宝，我也有点纠结，应该叫辉社长还是辉会长还是辉老板？总之他坐凳子的样子就真的是很像会长的样子，小年纪已经当上了会长。刚一进来就看到了乐宝写下今天的日记，一定是庆祝瑞宝和辉宝2位女儿的生日，祝他们生日快乐。刚一进熊猫馆，饲养员就说乐先生的户外散步时间到了。
正西姨母给乐先生准备了胡萝卜和窝头作为野餐的食物。乐宝一次把小零食都拿走了。乐先生吃小零食实在太可爱了，今天真的不是乐先生的3岁生日吗？吃完了苹果，继续吃窝头。乐先生在上面吃窝头的时间，养的宠物们也开饭了。在这里可以吃到乐先生非常有营养的窝头渣渣，估计在麻雀堡那边消息都已经传开了，所以乐宝的宠物好像越来越多了。还在看乐先生吃饭的时候，饲养员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一轮只能看到5点22分。今天看乐先生是不限时的，但是刚才5点22分的时候又变成限时了，因为人太多了。排队的时候看到了瑞宝和辉宝的外卖，还看到了宋宝也入场了。那一般这种情况的话，瑞宝和辉宝一定是醒着的。瑞宝还是很喜欢半蹲着吃厨子，以后我们瑞宝还可以半蹲在小凳子上吃饭，这也太适合瑞宝了。瑞公主摆出了拍照很好看的造型，让我们拍照。吃着吃着还是想找妹妹一起吃饭。再来感受一下妹妹的小椅子。瑞宝的动作好像人在靠着沙发一样。因为这一轮进来的时候，差不多是瑞宝和辉宝平时要下班的时间了。辉宝去打探一下，看看下班的门有没有打开。不知道辉宝发现了什么和听到了什么，忽然吓跑了。瑞宝对妹妹的行为表示有点不太理解。
想了一会儿，不管怎么样，还是先去安慰一下妹妹吧。终于拍到了辉宝和今天的蛋糕的合照。辉宝的名牌又成功的引起了辉宝的注意。果然，辉宝还是没有忘了要在生日的时候咬姐姐的名牌。辉宝也表示了对姐姐的生日礼物的喜欢。还记得瑞宝和辉宝1岁生日的时候，辉宝拿起了姐姐的名牌一直在啃。还知道这个是自己的名牌，要好好的保护起来。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时候辉宝选择了麦克风，将来要当女明星；瑞宝选择了健康的哑铃。因为第一次给他过生日，兴奋过度。艾女士当时忍了好几次。最后还是在生日宴上给辉宝揍了一顿。逗得辉宝还发出了狗叫。他们1岁的生日礼物是宝汽车。2岁时候的瑞宝和辉宝已经长大了很多，是最后一次和妈妈艾女士一起过生日了。在生日宴上，辉宝成功抢到了姐姐的竹笋。在2岁的生日宴上，瑞宝和辉宝也没有忘记互相咬名牌的活动。今年又变成了瑞宝咬辉宝的名牌。在生日宴上，艾女士又一次出手，这一次被教育的是瑞宝小朋友。每年的7月7日也是柠檬的生日，希望柠檬在小熊猫星也过得幸福。我今天这个运动量绝对配得上所有高热量饮食，我要回家点炸鸡了。那下一期见，大家记得点赞关注我的频道。下一期应该是艾女士的生日。